睡了1年剛睜眼，英超已經变了天。瓜帥走了，冠军换，3家豪门挨個看。英超今天開踢，你要是去年8月睡着了，一覺睡到今天，睜眼頭一件事就得懵，冠軍換人了。捧杯的不是曼城，是等了22年的阿森纳。曼城場邊站的人，10年來頭一回不是瓜迪奧拉。利物浦更狠，薩拉赫走了，连主教練都換成了一個西班牙人。去年最後的积分榜长这樣：阿森納85分，冠軍22年头1冠；曼城78分，第2；曼联第3；利物浦掉到第5啊，只有60分。1年功夫，英超的天翻了個個。那今年誰最像冠軍？這一票，老馬片尾壓出來，明年5月賽季末回來對答案。眼下還有件更急的事兒，今天晚上就開球，熬不熬夜？先看哪一場，片尾前全排明白。先從那個等了22年的說起，去年的英超到底出了什麼事兒？阿森納85分夺冠，26勝7平5負，净勝球加44，比第2名多出7分，贏得干干淨淨。他們这樣上一回拿英超冠軍還是2003到04賽季，那支一整個賽季1場沒輸的傳奇球隊。從那以後，22年一代阿森納球迷從小學生熬成了孩子他爹，就等這一天。曼城78分排第2，第3是曼聯71分。這隊去年1月換了教練，卡里克接手，17場球贏了12場，提前3輪就把歐冠票鎖死，硬是把一支中游球隊拽進前3。賽季一結束，直接轉正。第4是維拉，第5才輪到利物浦，60分，17勝9平12負。上个賽季的冠軍2年掉到第5，這一跤在英超豪門裡摔的是真狠。這份名次單不光是面子，英超的規矩，前5名下賽季踢歐冠，第6、第7踢歐聯，第8的布萊頓還撈了個歐協聯。所以阿森納、曼城、曼聯、維拉、利物浦5家全進了歐冠，利物浦掉到第5，歐冠票好歹壓線保住了。可對一支2年前的冠軍隊來說，好歹保住這4個字本身就夠難聽的。榜尾也交代一句，西漢姆、伯恩利、狼隊仨一塊降級回英冠。西漢姆是踢到末輪才被判死刑的，連熱刺都掉到第17，就壓着保級線趴着。還有一行別劃了過去，第6的伯恩茅斯和第7的桑德蘭拿到了歐聯資格。桑德蘭這名字先記住，後面還有他的戲。可積分榜說的是去年，真正的大戲在夏天。這3個豪門，一家守着不動，一家換了掌舵的，一家直接拆了重蓋，一家一家看。先說冠軍，這個冠軍是第37輪那晚提前到手的。曼城客場被伯恩茅斯逼平，阿森納人在家裡坐着，王位從天上掉下來。末輪又客場2-1贏了水晶宮，捧杯收官。可這個冠軍的分量，光看85分還不夠，得看同一個5月發生的另一件事。5月30號，布達佩斯隊史140年頭一場歐冠決賽，90分鐘踢完1-1，跟巴黎聖日耳曼拖進點球大戰3-4，輸了。聯賽封王和歐冠碎掉，前後就隔10來天。一家俱樂部在同一個月裡把最甜的和最苦的全嘗了一遍。這種賽季幾十年出不來一回，所以今年他們的題目就一個字：守。而他們的答案也簡單，別人都在換，我不換。主教練阿爾特塔留任，3強裡唯一沒換帥的一家。這一條先記着，片尾壓注的時候還會用上。買人也不是補窟窿，是加厚。最大一筆，布魯諾·基馬良斯7500萬英鎊，從紐卡斯爾挖來，4年合同外帶1年續約選項。這人28歲，在紐卡踢了150多場，去年還幫紐卡拿下70多年來第1座正經獎杯——聯賽杯。決賽贏的正是利物浦。這種級別的中場，紐卡本來是死活不放的，這一賣對紐卡就是隊史級的一次放血。結果人家自己發了話，我需要人生裡一個新挑戰，聚幾家轉會網站的匯總，另外還有3筆。因卡皮耶上賽季就在阿森納租着踢，39場，連歐冠決賽都是首發。今年3450萬英鎊直接買斷，佐利斯3400萬英鎊從布魯日買來，再簽了個自由身的替補門將梅斯利耶，4筆各1塊，思路清楚得很。去年贏球那套人一個不放走，板凳再壓後一層，所以阿森納的夏天就一句話，不是補短板，是把贏球的那套人鎖死。可守江山這事兒最大的變數從來不在自己家，在隔壁那個把江山看丟了的曼城。去年第278分，這成績擱別的隊算好年景，擱曼城算變了天。因為賽季一結束，瓜迪奧拉走了，從2015年往後，曼城場邊站的一直是他。這個新賽季頭一回換了人，新教練叫恩佐·馬雷斯卡，6月底官宣簽了3年，接這個班擱全世界的足球教練裡都算最燙手的一把椅子。前任在這做了10年，球迷閉着眼都知道曼城該怎麼踢，新來的隨便改點什麼都得被拿去跟老的比。買人這塊，曼城砸出了隊史記錄，埃利奧特·安德森1億1600萬英鎊從諾丁漢森林買來，曼城建隊以來最貴的一筆。
比當年買格拉利什那1億英镑還多。他23岁，英格蘭人，刚过去那届世界杯，英格蘭的比赛他场场首发。据转会汇总，另外还有2笔小的，1200万签的年轻人猛加，2150万买来先租出去练级的德图尔贝。重头就是安德森这一笔。锋线上唯一没动的是哈兰德，合同一口气签到2034年，解约条款全删了。别人可以走，他走不了，也不想走。他今年夏天回家那一整摊事，老馬前几天专门講過一期，想聽細的鏈接在描述欄。還有個懸着的，中場羅德里拿過金球獎的那位，到老馬做這期節目的時候，各方口徑是曼城說他不賣，外面還在報價，他自己8月中才歸隊。這事兒到9月1號晚上，英超官窗就有答案。無論他走沒走，曼城的中場都得先靠別人撐過開局。所以曼城現在不缺人，缺的是一個還沒被驗證過的答案。沒有瓜迪奧拉的曼城還是不是曼城？這答案8月看不出來，得往後看10輪。可跟利物浦一比，曼城這點變化都算溫柔的。2年前他們還是冠軍，去年就成第5，60分，17勝9平12負。賽季一結束，主教練斯洛特用英國天空體育的說法下課了，第5名。歐冠票壓線拿到了，人還是走了。新來的教練安多尼·伊拉奧拉，西班牙人，43歲，6月上任，合同就簽2年。他從哪兒來的？伯恩茅斯，英超一支中小球會。別看渺小，去年他把伯恩茅斯帶到聯賽第6，隊是頭一回摸到歐戰資格，結果轉頭人就被利物浦挖走了，而且利物浦選帥就面試了他一個人。這裡頭還有個妙透了的巧合，伊拉奧拉帶利物浦的第1場英超和曼城對伯恩茅斯排在同一天。新東家首秀，前東家開張，前後腳。人這塊啊，利物浦是3強裡動靜最大的，隊裡最大的那塊招牌。薩拉赫走了，不是被賣，是合同到期，自由身離隊。原本合同還剩1年，兩邊坐下來一商量，提前1年終止，6月30號到期，好聚好散。那他去哪兒了？到這期節目做完的時候還沒定，你們看到這期的時候，說不定已經落定了。落在哪兒？評論區肯定有人比老馬還快。左後衛羅布遜同樣合同到期走人。同一批轉會匯總裡還記着一筆，中衛科納特去了皇馬，進來的呢就2筆，6000萬英鎊從法國雷恩買的年輕中衛亞凱，加一個西班牙來的前鋒穆尼奧斯，走仨柱子進倆新人，這買賣怎麼看怎麼不划算。除非他們賭的根本不是今年買人，而是把去年花大價錢買來的那個人用明白，說的就是维爾茨，1億1600萬英鎊買來的德國天才，巧了，跟曼城今年買安德森正好一個價。他頭1年英超交出來的數字是33場5個球3次助攻，就這數，擱誰身上都得挨罵。他也確實被罵了一整年。可有個數字替他喊冤，數據機構歐普塔統計過，在他拿到第1次英超助攻之前，他已經創造了25次得分機會，比當時聯賽裡任何一個0助攻的球員都多出至少7次。啥意思？菜是他炒的，端上桌記的是別人的名。更冤的是，他進的第1個球，當時還一度被算成對方後衛的烏龍。好在12月往後，他在富勒姆和伯恩利身上連着破門，才算把第一波罵聲壓下去一截。新教練伊拉奧拉一上來就把話挑明了，維爾茨回10號位，踢前鋒身後那個位置。他的原話是：我們需要一個非常好的版本的弗洛里安，還說他適合我們的踢法。我們想在他已經很好的基礎上再往上加東西。一個花了1億多的人，頭1年被全英格蘭笑話，第2年換了個教練，專門圍着他搭體系。這條線是今年英超最值得盯的劇情之一。一句話，利物浦這1年幹的不是修補，是拆了重砌。3強說完了，冠軍相好像也就在這3家裡挑了。先別急着下結論，3強之外還有2條線能攪動整個賽季。順手把訂閱點上，英超一踢9個月，老馬每一輪都在。第1條線，黑馬桑德蘭，這隊去年幹的事兒，擱整個英超歷史裡也都排得上號。升班馬第1年直接第7，拿到歐聯資格。他們隊史上一回踢歐洲賽事是哪年？1974年，50多年前的事兒了。而且放整個英超歷史上看，靠聯賽排名在回歸第1年就打進歐戰的升班馬，他們是第5支。50多年的聯賽史，一共就出過這麼一回。教練勒布里接手的時候，這隊還在英冠第16名晃悠，2年從英冠中游幹到英超第7。他自己也放了話，這個賽季不設上限。今年他們的對手就一個，第2年。外界怎麼看？說出來挺扎心。老牌球隊裡被看衰要降級的聲音，反倒屬他家最大。是打臉還是應驗？9個月後見。第2條線，保級。今年上來的3支升班馬：考文垂、伊普斯維奇、赫爾城。考文垂是英冠冠軍，
95分，提前3輪就鎖定升级的那種强勢升上來的。可距離他們上一次踢頂級聯賽整整25年，2001年降的级，一晃孩子都長大成人了。伊普斯维奇是標準的电梯队，在英冠就待了1年，又上来了。赫尔城打附加赛决赛1-0，9年头一回回英超，外面普遍不看好这仨，理由挺扎實。前2个赛季升上来的队，全都1年就回去了。今年是不是還這樣？得踢完才知道。行了，牌全亮完了，最後辦那件最實際的事兒。今天晚上到底看哪場？先交代個背景，今年英超比往年晚開了1周，官方給的理由就一條：那屆48支隊的大世界盃，從世界盃決賽那天算起，到今天開球，中間只有33天，離上賽季收官也才89天，球員等於就沒歇踏實過。所以別嫌8月下旬才開踢，人家這已經是緊着來了。接下來4天，首輪10場球，按台北時間值得守的挨個說。頭一場就是重頭戲，揭幕戰，阿森納對考文錘，酋長球場，台北時間今天半夜，準確說明天凌晨3點開球。新科冠軍第一次以冠軍的身份出場，對面站的就是那支25年沒上來過的升班馬，等了22年的，對上等了25年的，這場球光站在那兒就夠勁兒了。要是這4天只捨得熬一場夜，就熬今晚這場。至於兩邊誰在陣中，誰能上場，開球前1個小時看名單最準。這裡不猜，明天星期6晚上7點半，赫爾城對曼聯。卡里克轉正後的第一個完整賽季，從客場打升班馬開始。去年那個第3名是真本事還是曇花一現？這賽季就得見真章。晚上10點，一口氣是3場，伊普斯維奇對桑德蘭。桑德蘭的歐戰賽季。第一步，先過升班馬這一關。同時段還有諾丁漢森林對利茲，水晶宮對埃弗頓。夜貓子還能加一場，半夜12點半，布倫特福德對熱刺。星期天全周末的重頭，晚上9點，曼城對伯恩茅斯。沒有瓜迪奧拉的曼城，第一場正式英超，對面偏偏就是伊拉奧拉剛離開的那支隊。11點半，紐卡斯爾對利物浦，伊拉奧拉的利物浦首秀客場。而紐卡這個夏天剛把吉馬良斯賣給阿森納的主場球迷什麼心情？你自己體會。最後還有一場壓軸，下星期2凌晨3點，富勒姆對切爾西。切爾西也換了新教練，哈維·阿隆索，那是他的第一場英超。再記一個日子，9月1號星期2，英國時間晚上11點，英超轉會窗關門。台北時間9月2號清早。在那之前，羅德里那樣的懸念都還能變。過了那晚，名單定死，各家是什麼陣仗就都亮明了。這一踢就是9個多月，末輪定在明年5月30號，10場球同一時刻開球，所有懸念一個晚上見分曉，最後該壓的壓上。先說清楚，下面這個排序不是預測，是壓注。老馬把自己那一票壓出來，明年5月賽季末回來對答案。第一，阿森納，理由前面全擺着，3強裡唯一一支教練沒換，贏球那套人一個沒走的隊。外面的風向也順一句，外界最看好的同樣是阿森納，看中的就是一個穩字。第二，曼城牌面還在，哈蘭德還在，就差回答那一個問題，沒有瓜迪奧拉行不行？第三，利物浦拆得最狠的，往往也談得最高，可談起來之前，通常得先熬上1年。黑馬那票，老馬壓曼聯，去年第3不是白拿的。卡里克17場贏12場，也不是運氣。外界看好的名單裡，他們也排到了第4。當然，足球這東西要是全按紙面走，就沒人熬夜看球了。去年這個時候，誰敢說阿森納奪冠，利物浦第5？所以排序歸排序，球還是得一場一場看。好，輪到你了。今年英超冠軍，你壓誰？壓1，阿森納衛冕；壓2，曼城第1年就把它拿回來；壓3都不是，今年要出個意外。評論區告訴老馬你壓幾，選好別改。明年5月賽季末一塊對答案。看完要是心裡有譜了，訂閱點一個。英超9個月的大戲，今天才剛開鑼，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